躺平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人选择躺平？这个社会只要有人躺赢，就一定会有人躺平。躺平不是不奋斗，而是拒绝为别人的利益奋斗。经济社会的泡沫来自欲望，欲望越大，泡沫也就越大。但是这一代年轻人很聪明，他们知道社会有泡沫，也知道制造这些泡沫的人希望他们继续奋斗，好让泡沫更持久一些。结果他们直接砍掉欲望，把泡沫捏碎，开始躺平。有人说躺平可耻，如果拒绝被资本控制，拒绝被他人精神奴役，重新拿回自己时间和方式的掌控权也是可耻的话，那么哲学家们的棺材板可就真的按不住了。10多年前同样被口诛笔伐的一个群体，啃老族，现在为什么没人提了？因为大部分人不啃老根本无法生存，不掏空6个钱包根本买不了房。当一种现象成为常态，人们就懒得提了。5、6年前有人开始问，为什么男人不主动追女人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男人在两性博弈中逐渐看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吸引异性的2大杀器，颜值和财富，一个靠遗传，另一个也基本靠遗传。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经济发展过快，导致价值观单一。别人可以崇拜爱情，崇拜金钱，崇拜上帝，咱们直接崇拜房子，崇拜奢侈品，崇拜富婆，崇拜老头。一边是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一边是老头好，老头有低保。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财富都不可能是平均分布，而是密律分布，一定是少数人占有多数社会资源。但生活的可能性不是简单的2元对立，很多人自动把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的对立面默认成了面目不堪、苟且偷生。在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恐慌地把最糟糕的结局设想成自己的归宿，然后开始陷入绝望，进入不买房、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不高消费，只维持基本生存的状态，进化成躺平族。这时候有人说，躺平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社会。认命可以，躺平不行。4个观点刚好相反，躺平者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只是对不起自己。躺平可以，认命不行。累了可以躺下，但不能永远躺下，躺下是为了终有一天重新站起来。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重点不在藏，在动。低欲望的生存状态是人在被消费主义长期毒害以后产生的机体免疫力。我非常认同这种生活态度，不追求能力之外的东西，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不给任何人操控自己时间的机会，这很好。但问题是，抢回来的时间你要怎么利用它？是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还是把一切精力用来自我成长？这才是关键。躺平这个词太消极，它应该有另外一个名字，追求自由。躺平和追求自由的区别在于，你保持的欲望生存状态的时候，是躺在床上玩游戏，沉迷于生理刺激，还是猥琐发育，向下扎根，期待有朝一日破土而出？扪心自问，你凭什么不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就只能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去试着相信时间？只要你不挥霍它，凭什么认为时间不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永远不要否认未来的无数可能。我绝不是在让你向天再借500年，然后去1线城市买房。真的是高房价击垮了这个年轻人吗？是价值观。除了自身的病痛，你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于你的价值观。几十年前，房子虽然会分配，但当时婚姻的锚定物并不是房子，而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彩电、冰箱，大哥大，哪样都不便宜。即使回到几十年前，你还是缺钱，但没有人规定你的梦想必须是赚大钱、出人头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可以没有物质追求，但绝不能没有精神归宿。比失去财富更可怕的是失去信念，比杀人更可怕的是诛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你能做的就是别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人生的悲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做事，能发生的发生，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关注四哥，每天分享大实话。